我有一个要求，你的手环不能摘。虽然是你抢的吧，但是我刚好也想送给你。你的手环呢？放在这里，他会听到我的心跳。反正啊，这个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；要不然呢，就在沉默中涮点毛肚、百叶，把锅底儿要得要。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对不对？吃饭的时候不能谈工作，尤其吃火锅时。嗨，手别乱挥，小心招苍蝇。要不你给我说说呗？你听得懂我说的重点吗？无非就是想说，你不喜欢欺骗，让我小心点，绝对要忠贞不二嘛。我追你肯定是听你的嘛。今天我想买你一天。出多少钱啊？我永远付不起的价格。没有诚意。我永远付不起的价格，那你永远都是我的债主，那我们永远就有断不掉的关系。10月带小乔度蜜月去了，怕你心寒。你这话怎么听得幸灾乐祸的？我这么朴素的陈述句，你都能听出话外音来，有长进。干嘛？被你怼得上火，我降降温。中国有一句老话，叫“独角难擒，孤掌难鸣”。10月刚才订了明天上午回程的机票，和南桥一起。那就通知 VRV， 明天10点再动手。你是要收网了吗？总是要等人齐了，才能开始啊。你经常来这儿吗？喜欢吗？当然喜欢啊，但我也不会那么任性，突然就跑来看个夕阳。所以你消失不见的时候，都是来这儿了吗？你说的有一半是对，有一半是错的。我来不是看夕阳的，是来看哨所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切实际的白日梦，我的梦呢，就是站在边疆，守着祖国。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男生想当兵的一个英雄梦吧。看，本来那个梦想已经离我那么近了，谁想到结果还是差一点运气。信啊，但为什么是差一点？差一点运气。我本来以为这个心结会永远都过不去了。那你现在突然穿越大半个中国，带我来看他，是运气回来了吗？因为我的运气，现在都花在你身上。7号完，您的意思把人给圈起来了？别伤了他。
等10月回来，我还是要完璧归赵的。薇薇的合同，之前律师团队曾经提出过修订意见。觉得我多加5%多了？您的决定自然有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只要 Rains 能够在短时间内市值飙升，股权多少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国内市场的份额比例。这第一份大礼没喂饱他，我肯定要再加一份了。你说这人年纪大了，是不是胃口也跟着越来越大呀？他毕竟是您的人，回家是早晚的事情。你也觉得我是在逼他？我是觉得您太有耐心了，我担心您的这份耐心会被他一点一点的耗没了。我都说了这么多了，你是时候说一下你的想法。你想听什么？听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想做飞行器的？大概20年前吧。你不会是想要告诉我，你小时候命里就跟这个飞行器结缘了吧？没有，我小时候特别调皮，不服管。有一次呢，我爸把我关在阁楼里面，罚禁闭。你就应该是从烟囱里面你爬出去，或者是从窗户里面跳出去。没有啊，我就把他阁楼翻得乱七八糟，结果在里面找到一部对我很重要的电影。当时其实根本听不懂电影里面在说什么，就是觉得里面飞行器的声音特别好听。我就在想，将来也许会有像电影里面那样的各种各样不同的飞行器，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吧。就像手机啊、VR 眼镜啊，很酷吧？好疯，但我会陪你一起疯，疯到我们70、80岁。只要这个东西不摘掉，就证明我没有放弃。他怎么比平时快那么多？正常，越焦虑速度越快。你看，又快了吧？不出5圈，绝对摔倒。太不像话了！YV 公司来确认 VR 眼罩样机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一个大老板2个项目负责人全都不接电话。开定位发 email， 谁先找着双倍奖金。还好，没有耽误你的重要时刻。希望这次的 VR 眼镜能让我在地铁里也能看清楚你跑酷的样子，那就算成功了。哦，原来我是你的试验工具是吗？一会儿一块去极客飞行吧。不行，我拐了他们的老大3天3夜，还私奔呢，我不想送上门被他们杀了。算不上私奔吧，顶多
就是去海边试飞了一下无人机。我觉得“私奔”这个词比较适合。马上来接你，有惊喜。嗯。来吧，软硬件确认。开始吧。双红外摄像头 OK， 重力感应 OK， 动态捕捉系统 OK， 图像回传系统确认。好了。光影反射眼球，自动追踪瞳孔，测算倾斜角度，成功追踪小安视点。小安，画面怎么样？超高清。你别动我了，我已经到天台了，这脚底下也太吓人了吧！这是办公室，没事儿，走。我跟你们说啊，现在一切数值都是正常的。可是这数据再正常，毕竟咱们没有做过反复的实地测试啊。玩什么呢？谁说没做过实地测试啊？老大回来了。老大，你终于回来了！这些天你去哪儿了？我去给你们做实地测试了呀。刚才来的路上，我戴着 VR 眼镜走了3公里，非常顺利。地图的定位合格。不管在天桥上这种极亮的地方，还是在地下通道这种极暗的地方，适配的灵敏度极高，合格。VR 眼镜还是半正品，老大你敢戴上接？实地测试的数据我们永远都不嫌多，对吧？我们是不是要记住上次掉高的教训啊？看看没有，这就是老大。老大，你心情怎么那么好啊？好吗？你一直都在笑啊。好几天没见人，回来就这么高兴，也不知道去哪儿喽。VIV 的人怎么还没来啊？收到一封来自 VIV 的文件。读一下。经过多方考量 ，VIV 非常遗憾地放弃与极客飞行的合作，对贵公司造成的损失，我们深表歉意。其余后续事宜，我方律师会联系贵司处理。什么情况？说你这个董事长，大白天不在公司，跑来这里来喝茶。有话说有屁放啊，别耽误老子喝茶。给您打听个人。谁啊？安宁。不认识。你这个老家伙，少在这给我打太极啊！你说你不到小乔公司去作妖，赖我这儿干嘛？你这个大土豪，怎么会懂我们这些创业公司的艰辛呢？一个莫名其妙的外资公司突然闯入无人机领域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怎么？他的公司和小乔的公司有竞争？还说你不认识安宁？哎呀，这个安宁啊，不简单。怎么就不简单了？他早年间认识了一个大哥，后来出了点事儿，异国他乡美国去了。我打听到的消息是，说她是一个美国上流社会的贵妇，产业还遍布海内外。你说你
赖在我这儿跟我聊这些陈年八卦，啊？还不去小乔那儿提醒他多注意这家公司的动向？哎，哪儿去？通知小乔去。哎，堂堂10月什么人啊？万花丛中过，便宜不沾身的猪。现在呢，坐在地上给狗计划路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以为欧阳琦不在呢，你就以为是这个宠物医院里面的男主人是吗？我叫过你的正经事办好了吗？让7号去了。为什么叫他去？你放心吧，让7号去搞砸谈判，物尽其用。他的本事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他会换了吗？他这个人 ，no news is good news， 没有。哎，对了，你求爱整点浪漫气氛，你带这3条狗干嘛？求爱呢，对于我来说已经非常不重要。反而你呢，求来求去，也求不到欧阳琦的爱，这个我也是服了你了。我才真是佩服你，我跟欧阳琦呢就是太保守，就应该学学你，直接度蜜月。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啊，你有没有牵过她的手？没有。亲过她了？没有。这些事情呢，你什么都没有做过，石总怎么直接？怎么了？安姐让我过来接您参加Wins开业酒会。我也去。安姐只邀请了石总。我也是 Wins 重要成员之一，那我也没看你替 Wins 做什么你该做的事情啊。没事，你不用去了。你去了，我怕安姐不高兴。没有消息，未必是好消息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来不及给你解释。你怎么慌成这样？老大，出事儿了 ！VIV 的技术人员刚刚修改了服务器的管理权限，我这现在什么数据都下载不了。一旦交互平台服务器被清除，我们之前记录的所有数据、写的所有算法，以及为 PIA 所有匹配的共享模块，就都找不到了。突破他们的网络封锁，拿到服务器的控制权，在他们撤除服务器之前远程下载数据。这种远程入侵，如果一旦要是被查出来，就会成为别人的把柄，到时候就给足了对手黑咱们的机会。老大，要不你再想想？想什么想啊？数据本来就是双方共享的，他们凭什么单方面清除啊？我来。我已经入侵他们的系统了。老大，这个密码。所以说以后千万不能得罪女人。尤其是这种简单、直接、一根针的技术宅女。闭嘴，别打扰正在战斗的女战士。哎，50%了。陈浩，陈浩，你经理呢？老板，哎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到底怎么样了？说啊！我这本以为啊，小王计划特别简单，但是没想到安姐跟那边代表一块儿来。我这刚要通风报信儿，结果手机就被没收了，人也被扣了。10月也被他们秘书带走了。啊，一人换一人啊，他刚去我就被放了。这其中真的有 Plan B。怎么办呀？他肯定识破你们俩计划。说破不说破，现在可跟我玩釜底抽薪。
目的绝对不只是 VIP 那么简单。哎呀，你说老大跟南桥刚回来就出这么大的事。 看来这是怕什么来什么。90%。啊，速度挺快的啊！哎，谁给断电了 ？VRV 跟别人签约了。 Wins 今日开业，联手 VIV 发布 VR 眼镜直播签约仪式。VIV 刚刚跟咱们解除合同，怎么就跟这 Wins 签约了？什么公司啊？从来都没听说过。哪儿来的 Wins 啊？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发布会的定位坐标发给我，通知温总。好。哎呀，乔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哎，你别走哎，你刚。老大什么情况？温总，出大事了！ VIV 现在跟一个叫 Wins 的正在签约，弄的全是咱们的技术。是这样的，下午我们收到一个邮件，是 VIV 发给我们的，跟咱们有终止合作，然后是跟另外一个什么，人家不跟咱们干了，跟别人干了。你赶紧给那 VIV 打个电话，你就知道了。打什么打？走。你来的正好 ，VIV 单子丢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之前有人给我提醒过，要注意竞争对手动作。 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？南桥呢？他刚走去找他们了。这找老大了！你们先别去，这么多人去也解决不了问题。你们在原地待命，给我查清楚 Wins 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，随时发给我，我去就行了。什么事回来再说。我们从小到大。 每个人都有无法实现的梦想，梦想之所以称之为梦想，是因为它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实现，不贵，又怎么能称之为梦想呢？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紧张，比如开跑车去驰骋，驾飞机去翱翔；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放松一下，跟僵尸大战和吸血鬼厮杀。 更有些时候，可能需要寻找一点刺激，比如痛殴一顿你的老板。但无论这些梦想是否能够实现，它都会在你的脑海里边，每一天让你神魂颠倒，浮想联翩。有哑巴了。产品定位、外观设计、性能技术，跟咱们思路一模一样啊！石总怎么变成 Wins 的 CEO 了？这不就是商业间谍吗？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潜伏吗？走，都给我站住！你们给我听好了，在南桥回来之前，你们哪儿都不能去，都把嘴巴闭紧了。谁要是问起10月来，一概都说不知道。温总，什么都别说了，都给我出去！温总，我要一个人静一下。这就是 Wins 为什么要花上亿元的资金来投资 VR 技术的原因。毕竟梦想是无价的，对吗？ Wins 将与世界顶尖的 VRV 集团共同研发一款带有 VR 眼罩技术的消费级无人机，并且会将这款眼罩全线赠送予极酷网的会员。欢迎。 Wins
看中间。安总，看中间，看中间。安总，看中间。安总，麻烦看一下右边。这会改变国内无人机的商业版图，对吗？接下来所有的问题都由 Wins 新任 CEO 10月先生回答。石总，您能介绍一下 Wins 在无人机领域的创新吗？听说投资规模非常大，您能给一个具体数字吗？现在投资的预算我们还没定下，那您介绍一下您的无人机产品什么时候可以上线呢？应该大概1年半以后会上线。会不会延期呢？不会。那您对虚拟现实眼罩跟它的结合有什么看法吗？大概明年就会开始实施。安总，亲爱的太太，你的离婚证还没捂热呢，就找到新欢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对，就这个样子。这个就是你原来的样子，我喜欢你。这里不是叙旧的地方。这么迫切的让我走，我为了你呀，我抛妻离子，我给你身份，给你地位，给了你所有进入上流社会的筹码，而你呢，你却忘恩负义啊！啊！拍我吧！我现在的样子就是你们认识的安总原来的样子。安总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别伤心了，Q 哥，Q 哥，哎呀，来，吃个零食，别哭了啊！抱抱我，你的最爱，治疗你受伤的心灵。不开心，求抱抱。抱呢抱啊，快30人了，装可爱个点。当初觉得他又傻又体贴，也不知道是脑子坏了还是眼睛瞎了。这脑子坏了呢，可以修；眼睛瞎了也能治啊！吃吧。那什么，你抱我吧。我抱你干嘛呀？来抱我。哎，老大。哎，老大，YV 跟 Wins 真的签约了，太可耻了吧？石总真的是 Wins 的 CEO 吗？老大，你不会又一进屋就把门给关上了吧？林修栈道案组陈仓，10月是幕后老板。那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？他不会已经已婚了吧？你说啥呀？没看新闻？安宁，Wins 的创始人，肯定是终极 BOSS。可他们看起来关系不一般啊！我会这么挽着你剪彩吗？不是，咱们来捋一下思路啊！你看，10月有另外一个公司，然后这个公司又跟咱们抢生意，不给咱们活路。10月本人又有另外一个女人，不是，这不是骗财又骗色吗？别胡说！现在我们唯一能够确认的就是10月的确是 Wins 的老板，其他的事情你们先别瞎猜了。都散了吧。当时你在现场，10
十月和温子还有那个女人，她究竟什么情况？事情恐怕不仅仅只是恶性的商业竞争这么简单。南桥在情感上受到打击，不比公司受到的打击小。那你刚才还说，十月向我承诺过，他是绝对不会伤害南桥的。在调查清楚事情之前，我宁愿选择相信他。可十月跟那个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啊？如果我们早知道这些，现在也不至于这么被动。我会去找他问清楚的。又是偶遇啊？我是故意的。有话要说吗？你说想当我的床头灯，这一次让我当你的指路牌，好不好？这种失身的戏码，我喜欢。但这种戏码，就我一个人看着过。你的路呢，好不容易爬上去，现在放弃，甘心吗？何况，你还有那么多同事陪着你。失败就会让人不舒服啊。但错就是错，没有必要去坚持，还不如重新开始。你是在耍我吗？没有啊，是你把我想的太脆弱了吧？会说鸡汤？你十月会说鸡汤吗？其实我想问，那天我在攀岩馆里问你的事情。那我会陪你一起疯，疯到我们70、80岁。只要这个东西不摘掉，就证我没有放弃。他费尽心思接近老大，成为股东，就为了今天。我觉得他不像你说的商业间谍。那是因为他老道够狠，他不仅步步为营，是不是？还欺骗老大感情。如果真如你所说，这一切都是他早就预谋好的，那他为什么不卷了公司的钱一走了之呢？撬走 VIV， 跳槽 Wins， 这还不严重啊？一个项目而已，又不是将我们置于死地了。如果他真是商业间谍，为什么不等拿到核心技术再暴露呢？哎，你们说，他对咱们老大是真心的吗？假的，赤裸裸的欺骗。我觉得是真心的。你看那小眼神儿，那微表情，还有那小动作，
骗不了人的。你，就你那点阅历，你见过几个渣男啊？你被骗过几次你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从今天起，你们俩脑袋清空，嘴闭严，10月浩劫再也不是咱们人了。不对，是咱们人，是咱们敌人。我虽然刚刚工作，但不是小孩，知道好赖，用不着你跟训狗似的说我。哎，我就是担心咱们老大。你看啊，先是来了个周然，现在又来了个10月，情路坎坷呀。情场失意，后面是什么？赌场得意。你们两个敢不敢跟我赌一场？赌什么？下回合咱们完胜 Vince 下来。进去坐一会儿吧。不了，洗个澡，你休息一下吧。晚上高空酒廊见。好，高空酒廊，我等你。让司机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想自己一个人走一下。大哥，不是，真对不住了啊！这安姐的手段你应该是了解的，她真的太难缠了，个个都跟蜘蛛精一样。我一直跟你说过，所有的心思都要放在细节上，客户的体验性。老大，我强调了。你看那个沙发，一早就应该换，它的舒适度直接影响客人的消费。我真的第一时间就想给你通风报信的。不是，那郝杰他把我一个人留在问子，你说我怎么可能斗得过安姐？我跟你说，当一个酒吧老板最大忌的就是推卸责任。如果你在酒吧里面遇到一些客人比较难缠的，喝醉酒，你还这样推卸责任呢，那你的头迟早被爆。所以你是老板，我是一小弟嘛。你当小弟这么久，跟我这个老板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我的风格。别说你的风格跟习惯了，我连你的癖好我都了如指掌，我连你办公室每个抽屉里放什么，我心里都明白着。这么厉害啊！你见什么人，穿什么西装，说人话还是说鬼话，我心里都有一本明账。那我保险箱的密码是多少呢？怎么就破解了？叫一瓶酒过来吧。大白天喝酒啊？庆祝啊！庆祝你经历我这么多年的折磨还有考验，你终于出世了。得嘞，那我调份好酒去啊。
干嘛这么严肃？来坐。他这个人呢，虽然平常吊儿郎当，但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总算能压得住这个场，对客人的喜爱也一清二楚。他对这个酒吧的感情，比我们俩深。我觉得他没有问题，我觉得你有问题。这件事情是我错了，我没有拦住你，还把你跟南桥都搭进去了。是我忘了，安宁这个人不会这么容易相信我。你也觉得我是在逼他？我是觉得您太有耐心了，我担心您的这份耐心会被他一点一点的耗没了。看，本来那个梦想已经离我那么近了，谁想到结果还是差一点运气。那你现在突然穿越大半个中国，带我来看他，是运气回来了吗？因为我的运气现在都花在你身上。我就在想，将来也许会有像电影里面那样的各种各样不同的飞行器，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吧。就像手机啊、VR 眼镜啊，很酷吧？好疯，但我会陪你一起疯，疯到我们70、80岁。只要这个东西不摘掉，就证明我没有放弃。安姐让我过来接您参加 Wins 开业酒会。我也去。安姐只邀请了10个。没事，你不用去了。你去了，我怕安姐不高兴。没有消息，未必是好消息。老大，出事了 ！VIV 的技术人员刚刚修改了服务器的管理权限，我这现在什么数据都下载不了。一旦交互平台服务器被清除，我们之前记录的所有数据、写的所有算法，以及为 PIA 所匹配的共享模块，就都找不到了。产品定位、外观设计、性能技术，跟咱们思路一模一样啊！石总怎么变成 Wins 的 CEO 了？这不就是商业间谍吗？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潜伏吗？接下来所有的问题都由 Wins 新任 CEO 10月先生回答。石总，您能介绍一下 Wins 在无人机领域的创新吗？这么迫切的让我走，我为了你呀，我抛妻离子，我给你身份，给你地位，给了你所有进入上流社会的筹码，而你呢，你却忘恩负义啊！来坐。他这个人呢，虽然平常吊儿郎当，但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总算能压得住这个场，对客人的喜爱也一清二楚。他对这个酒吧的感情，比我们俩深。我觉得他没有问题，我觉得你有问题。这件事情是我错了，我没有拦住你，还把你跟南桥都搭进去了。是我忘了，安宁这个人不会这么容易相信我。是，他装了点了套同意了这件事情，其实背后早就布了局，等着我们上钩。是我傻，我以为这些年我可能是特别的那一个。你想怎么办？我觉得当务之急就是研究一下 VIV 和 Wins 的合同，找出漏洞，可能我们再去个美国。什么都不要做。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都不管了？连酒吧都给7号了，不管了？
不想管了，我只想当我的使君妻。喂，喂，十月。哎，找到人呢，酒我拿来了，咱们上去喝去。快坐。酒这个东西呢，喝多了乱心。他已经够乱了，你就不要再去添麻烦了。来，喝。那您对 VR 眼罩跟它的结合有什么看法吗？其实呢，我们整个公司对这个产品是非常投入的，产品非常的人性化。你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也是站在那里看了很久。有几年没上来了，现在看去外面，觉得还美吗？美。今天的景色比以前更美。我也觉得是，因为站在那里看风景的人，还是原来的那个人。对不起，之前那么的不信任你。不过你也知道，我在你面前向来没什么理智可言。我们那么久没在一起，想要走回原点，难免会有一些弯路。不过今天，你抱着我离开酒店的时候，我也才真正的看清楚，你还是原来的你，还是那个愿意为我拼了命的十月。我当然愿意为你拼了我的命。我不会要你的命，
但我剩下的，只能给你我的命。你今天给的是心。开香槟吧。你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也开了一瓶香槟，连杯子，我准备的都是当年用的杯子。怎么不问我？为什么觉得今天的景色特别美？你说。因为今天的我要学会放下。以前的我一直以为都能放下，原来我舍不得，我舍不得你给我的一切。这是酒吧、庄园、度假村的股权转让协议，还有车，全部还给你。当年你跟我2个人刚到美国，我们一无所有，白手起家打拼来的那笔钱被我带回国，这笔钱干干净净，但对我来说，这笔钱是我们共同的，不是我10月一个人的，是我10月有负于你。如果没有这笔启动资金，我盘不下这些产业。我应该一早就还给你，但我却没有。拥有着这一切，我不知道是因为放不下以前的感情，还是放不下现在的欲望。是我懦弱了。现在我把它们全都还给你，就当你给了我7年的时间，让我有机会证明自己。谢谢。10月，你要想清楚，把这些东西还给我，你就是一个一文不值的穷光蛋。从你第一天认识我，我不就是这样？这些东西是你用7年的青春换来的，放弃了，值得吗？用7年的时间还一笔债，值得。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跟南乔在一起了？南乔是高高在上的公主，她想玩的、要追求的，都是需要资本的。你一个穷光蛋，玩得起吗？玩不起。后会无期。我的心，你没有还给我。宠物医院见。现在。他不会再回来了。
点了外卖，一起吃吧。我不饿。一天没吃了，你当自己是铁打？去哪儿啊？10月约我，我就说了，他会给我一个交代。交代什么？说这都是误会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也欠7颗飞行一个交代。喂，石月，你混蛋！你现在人在哪儿？我现在去宠物医院见南桥，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。再给我几分钟。你确定？不会变。好。关于我的谎言，我的错，你留给我，我要亲自跟他说。 南桥，安妮，你居然找人撞南桥是吧？这事不是我做的，原来你这么看我。从我这一离开就去找他了吗？你听好了，你可以拿车来撞我，直接拿我的命。我说了不会要你的命，因为你还有东西没有还给我。我已经全部都还给你了，好吧？医生，医生，他怎么样？哦，你是那个病人家属是吧？放心吧，病人呢没有外伤，他现在就有点轻微脑震荡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做进一步检查的啊。好，谢谢。小乔，你醒了？头会不会疼？身上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医生说是轻微的脑震荡，没大碍，你别害怕。现在几点？你先躺下。医生说啊，你得卧床观察24个小时，少1秒钟都不可以。这脑震荡也分大小的。你刚才不是刚说完没什么大碍吗？你渴不渴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摩托车冲过来的时候，好像是10月把我推开的。他叫我去宠物店。 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。小乔，
我知道你想去找10月，但绝对不是现在。自从10月出现开始，陈立 Wings 抢单 VIB， 处处都是针对你和极客飞行。我有理由相信，绝对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。小小，你先躺下。你先好好休息，等你过了观察期，我陪你一起去讨个公道，好不好？你先休息，我去给你爸还有南晴姐打个电话啊。千万别给我爸打电话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，我在这儿躺着过观察期就是了。好。差不多了，你先喝点水。你想跟安宁接受，可安宁很明显不想跟你接受，他已经出手了，你再靠近南桥，就等于跟他宣战了。不管谁输谁赢，有危险的都是南桥，啊？哎。你一个人太危险了，我必须陪你一起去。你不在的这3年，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再说了，我自己感情上面的问题，谁也不能帮我解决。帮我带回家啊！南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常剑兄，我已经听你的，在这儿观察了24小时了。有什么事儿能回来再说吗？相信我。我能处理好。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观察期过了吗？就是轻微的脑震荡，没事儿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打算把狗给他们送过去，一了百了。这是我从狗身上发现的，你看看还有用吗？自从见了你，我才相信了一见钟情。我不希望你选择我，是因为我对你的好。我希望你能看见我所有的不好，所有的不堪，所有的失败，却依旧还是想要与我在一起。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友善，甚至还很残酷。谁都无法知道下一秒的相遇是幸运还是灾难。我们决定不了人生，但可以选择与谁携手同行。哪有那么多一了百了？你去哪儿啊？你这大白天的喝酒也不是办法呀。你说话呀！你说一句啊！你要是有什么事儿能够让你舒服点，你跟我说，我去办。
立马就办。你舒服了，我也舒服。我见不得你这样。只要他离开我，恨我，这才是最安全的办法。你无止境的退让，只是把默默守护当做懦弱的借口。你忍心吗？你为什么不跟他留一点希望呢？这样的女人我不配。你怎么样了？轻微脑震荡，已经过了观察期了。有些事儿稀里糊涂反而比明白更好。稀里糊涂？我最近莫名其妙发生了2次交通事故，莫名其妙突然跑出来一个 Wings 针对极客飞行。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就算是个普通朋友也会问我一句怎么样了。10月人呢？你认识的10月，是个光明磊落的人，还是个懦弱胆小的人？不管怎么样，他是不是应该站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啊？你不说话什么意思？他人呢？他是安全的吗？他把自己埋起来了。我看到漂流瓶了。就算你说这也是你圈套的一环，就算你说你说过的每个字都不是真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当真了。你说你遇到我之后才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。你说你想让我看到你所有的不好、不堪、失败，依旧还愿意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再做决定。你说这个世界其实一点都不善良，甚至还有些残酷。我们谁也不知道，下一个遇到的人是幸运还是灾难。我们无法改变命运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与谁携手同行。10月，
我不知道遇到你是我的幸运还是灾难，但是我相信你，也相信我自己。就算我看到了所有的不堪，我还是愿意跟你在一起。就算你想分手，是不是出来看着我的眼睛，跟我面对面的说，我们的交易是真的？你说什么？为情而聚，为利而散。你们的开始本来就是一场交易。对啊，后面的种种后果，又何必当真呢？所以，从我们第一次相遇开始，就已经是交易了，是吗？小乔，我们走吧。走啊，听他的。如果你走了，我们下次见面可能可以更体面的打招呼了。我不走，你到底还在坚持什么？我要听真话。如果听到真话，你们之间就从普通的商业竞争，变成了别人嘴巴里的笑话。我问你呢，是不是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交易就开始了？所有人都说他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只有我知道，从他见你的第一面开始，就是他精心设计好的。他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你，报复我。你说什么？你们两个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？我应该见他的第一面，就跟你坦白所有的过去。我给你的那篇论文，那篇成就了今天极客飞行的论文，是我从蓝天利刃里偷出来的。因为那篇论文，他被特训营给开除，被所有人给唾弃。对，是我从背后狠狠地捅了他一刀，或者说，在他心里像这样子的伤疤，早已经有无数刀了。你别说他自己这么伟大，我心里面所有的伤疤都已经完整无缺，而你呢，千万不要觉得对不起我，也不要因为你的愧疚放弃对我的反击。你不是说过吗？只要你没摘下这个手环，
就说明你还没放弃。我意思是说，我没有放弃报复你。你拿到的那篇论文，全世界把你当成焦点，而我被全世界唾弃。所以每次我见到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是折磨。滚！走啊！我能自己上去吗？你不应该来这里。我来验收我报复的成果。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，能说句真话吗？什么才是真话？你承诺过我，会爱他，会保护他，都是放屁骗人的吗？你早就料到你会有今天的成果。我认识的石俊清，不会拿女人当做要挟的借口。7年前，虽然我7年前你眼睁睁看着我离开，半句话都没有说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乎什么结果了。可他现在依然像根刺一样扎在我心上。继续留着。如果我告诉安宁，你当初接近他的真正原因呢？其实，石俊清改名石月是为了方便接近他们。什么？他给了警方很大的帮助。你是说，他是警方的线人？安宁前任丈夫的贩毒集团就是石俊清帮我们破获的。不过安宁的手很干净。后来我们调查了几个月，发现安宁一点都没有沾她丈夫的生意。后来石俊清就陪着安宁去了美国。那现在呢？他还是不是？早就不是我们的人了。当时我们本意是想帮他恢复身份，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了。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改名的原因。你当初帮过警察的，你是好人。好人坏人关你屁事啊！你这个人懂得分好人还是坏人吗？你和安宁挣的那些钱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说我跟安宁的事。
当时你们全世界把我踩在脚底下的时候，只有他一个人拉我上来的。你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信你。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个表情，最讲义气，最够朋友，全世界都欠你一句谢谢是吗？啊？找安宁，跟他说，找安宁啊，找他呀，找啊！打！对付我这种人渣，千万不要手下留情。对。